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前两天我们把身后蓄水池建好的时候，发了一个视频，在视频里面很多评论留言，都说我们这个蓄水池没做好，建在这个地方是最大的一个败笔，影响了前面的风景。关于这个问题呢，今天石头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我的一些想法，不知道大家能否理解。这些雨是昨天晚上开始下的，我们整个院坝堆放的是乱七八糟，很多材料，还有那边厢房拆下来的一些领子，全部堆放在这边，都被雨水给淋湿了。我们这边花瓶柱的栏杆上面不是有很多圆球吗？还来不及安装啊，全部堆放在这边。前两天发的视频，这个蓄水池啊，很多人骂，很多人吐槽，说是我们整个院坝最大的败笔了。确实啊，我在建这个蓄水池的时候，我已经想到很多朋友肯定会说的，因为整个院坝是方方正正很宽，在这里建一个蓄水池肯定是很影响美观的。但是我也是有我的考虑。首先大家来看一下，我们整个院坝差不多是400个平方左右，靠近前面马路有22米长。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角落建一个蓄水池，严格来说完全是不影响什么风景的，毕竟我们前面还有这么宽，对不对？我主要考虑的是这边院坝的承重肯定要比两边厢房要好很多了，这边的圈梁还有我们从地底下做的基础都是很牢固的。那两边的厢房我们就是简单做了一个基础，如果在两边厢房之上来建这个蓄水池的话，那这个承重到底行不行呢？确实啊，这是我最大的担心。很多朋友说就在这边厢房之上来建这个蓄水池，水的压力也比较大，但是确实啊，基础没有那么好，而且我们整个院子呢建好了之后，不只有这个蓄水池，这两边厢房之上，这里我准备摆放一个不锈钢的水塔，右手边也放一个不锈钢的水塔。所以说我们的水源，我们的这些水塔还有水池一定要足够，量一定要特别多，光靠一个蓄水池整个院子肯定是不够用的。而且我还考虑了一个问题，在蓄水池的旁边我准备搭建一个户外的厨房，然后呢用木头把立柱给做起来，上面盖上一些稻草或者一些瓦片之类的，就是一个户外的厨房。以后整个蓄水池基本上只看到这个简易的厨房，不会去很注意这个蓄水池了。所以说这也是我想到的一个问题。确实我们整个院坝是非常宽的，如果院坝只是这么空旷不加以利用的话，这么空旷的一个院坝到底用来干嘛呢？确实啊，我之前说在里面回填一些土，做一些菜地，大家也说不行，那我就不去做了。但是这边的蓄水池我觉得对以后的生活各方面还是比较方便的。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有什么酒席之类的，或者朋友来的比较多啊，在底下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蓄水池，那我们洗菜啊洗东西啊都是很方便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建房子啊，我最主要的还是考虑以后在这边生活起居啊一定要方便一些。当然这肯定会影响一些美观了，但是整个院坝这么大，我觉得还是有利有弊吧，有舍才有得，对不对？
再来看一下，今天下了雨之后啊，我们山里面是雾蒙蒙的。今天木匠师傅是在里面继续做这些方子一些改料，底下呢是有师傅在粉刷车库里面的砖墙。待会儿呢我们就走下去给大家看一下。所以朋友们啊，你们也别再纠结这个问题了。确实，如果这个蓄水池真的那么不好的话，我会考虑去拆除的。但是整个院坝确实太宽了，可能以后房子建好了之后，我陆陆续续还会往整个院坝去做一些功能的设施吧，比如说去增加一些凉亭啊，做一些娱乐的设施啊，都会有可能的。所以说，还是请大家理解吧。好了，带你们下去看一下。下了一个晚上的雨，这些沙子全部都湿透了。现在我们给它用人工转移一下，在地下车库里面和点水泥砂浆，然后要给这些砖墙都做一个粉刷。实际上昨天一天的时间，我们是把这个外墙给粉刷好了，包括靠近外面的这些砖墙都粉刷好了。那边两面墙也粉刷好了，要开始给后面挡土墙做粉刷了。木匠师傅的3轮摩托车一直是停在我们的车库里面。这面墙基本上也粉刷好了，上面是有一根管子的，从蓄水池的位置接下来的，主要是接到这个卫生间里面。这边啊，之前我们没有留窗户。以前我们改造河边的时候，不是拆了一个卫生间里面的玻璃窗吗？我们拿回来了，刚好可以安装在这个位置。现在把砖给开了，然后这边要做一个窗户。整个楼梯踏步的下方实际上是挺宽的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这边有接近15、16个平方左右，但是最窄的位置，也就是最低的位置，只有20公分高。我们是准备在这块区域做一个卫生间，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位置是否要封一面砖墙呢？把这个最低的位置给挡住呢？今天下雨，我们其他的事情就不做了，所有的师傅全部都在地下车库这边，粉刷的粉刷，和砂浆的和砂浆。那边有个师傅就打这些砖墙，在里面做一个窗户。今天一整天的时间，基本上整个地下车库呢，应该会粉刷的差不多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边是有点积水的，实际上这些水都是昨天晚上下雨从楼梯间的位置流下来的。我们现在两边粉刷好了之后，以后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了。这背后的挡土墙下面是40的砖墙，上面是20的砖墙，大概形成了一个小台阶，就是现在师傅粉刷的位置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这个位置我们就不给它补平了，相当于里面的砖墙要更往里面靠一点点，大概有个10公分左右吧。粉刷好就是这个样子了，这一面墙都是这样子的。
实际上这不影响，3个师傅同时粉刷还是快很多了。这边水泥砂浆是直接倒在地上，我们粉刷是很厚的，大概有2公分左右吧。这样子是多花了一点人工，还有水泥砂浆，但是对于砖墙的保护会更好一些。其实我们的地下车库这边的视野也是很好的，透过窗户一眼就可以看到对面的笔架山了。这里面粉刷好了之后，我们就要开始把地下给清理，然后所有的模板还有一些剩下的材料全部要搬下来，那我们的院坝就没有那么凌乱了。朋友们啊，你们觉得这地下车库要不要刷上白颜色的栗子墙呢？欢迎大家评论留言哦。真的建栋房子很费材料啊，刚刚拉的3吨水泥又用的差不多了，两边的厢房在做粉刷的话，这一堆水泥基本上还不够啊。整个地下车库面积大概有220个平方左右，相当于是4开间，进深11米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能停下多少辆车呢？这边就是我们进村的道路了，宽4米左右，都是水泥路面。我记得有一期视频里面有个朋友评论留言，他说门口的这片稻田有没有黄鳝和泥鳅啊？实际上这也让我想起了童年的乐趣。小时候我们经常在这边稻田里面抓鱼、抓黄鳝还有泥鳅。当然今年干旱比较严重，所以稻田里面现在没有鱼了，但是黄鳝和泥鳅还是挺多的。刚刚给大家看了一下地下车库里面的情况，那现在呢，我们稍微距离远一点点来看一下整个院坝外面的情况。粉刷好了之后，感觉还是挺不错的。之前我想到的是在这边的外墙贴一些瓷砖，或者刮一些涂料让它变成白颜色的，但是这么看起来水泥原本的原色也挺不错的，大概一个绯色的样子吧。上面的花瓶柱不是那么显眼，因为安装好了之后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做漆，所以说看起来的话不是那么显眼。后期如果刷漆的话，我也想问大家，你们觉得用哪种颜色比较好看一些呢？这边就是院门的入口了，大概宽5米左右，有个小小的斜坡，轿车进来也都是没问题的，因为我们已经把车子开进去过了。从这里进入之后，车子可以直接开到地下车库，人呢就可以沿着楼梯走上去。那我的想法也告诉大家了，我们整个院坝大概有400个平方左右，如果是就这样子整个全部做院坝的话，会显得很空旷。之前很早的时候，我是想过在这上面回填一些土做菜地的，很多朋友也说
农村里面菜地那么多，还去做菜地干嘛呢？把整个院坝给留出来吧，多做一些其他的设施也挺好的。那朋友们啊，你们觉得整个院坝建好了之后，又怎么去利用呢？也欢迎大家评论留言。真的，我说再多，可能很多朋友也不会去理解。但是我最后还是想说，反正建房子以人为主，人生活在这里，起居一定要方便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请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